2008年，当奥巴马站在芝加哥的格兰特公园，向山呼海啸的人群高喊出 "Yes, we can" 之时，整个世界似乎都屏住了呼吸。这位美国历史上首位非裔总统以希望和变革的承诺登场，于是开启后种族时代，弥合社会分歧，将小布什外交废墟重建的诸多重任便全都被寄托在了他的身上。然而17年过去，当奥巴马再次走到台前，只为猛烈抨击特朗普无法无天之时，人们不禁感到惊讶。美国这个曾经的灯塔为何变得如此撕裂衰败？是特朗普的毫无章法把美国带进沟里的吗？又或许是拜登的老态龙钟磨去了美国的朝气吗？答案显然都不是。只有拨开特朗普的喧嚣和老拜登的拉胯之时，我们才会惊愕地发现，美国衰落的真正拐点恰恰是那个站在台前指责董王的道德君子奥巴马。虽然他没有直接造成崩溃，但在那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却是他亲手埋下了让美国内部矛盾再也无法修复的致命种子。奥巴马的登场本身就是美国梦的顶级叙事，他复杂的血统、哈佛的基因背景，从社区组织者到参议员的传奇经历，都让他成为美国梦最完美的代言人。2008年的那场胜利不仅是非裔群体的胜利，更是东西海岸那些信奉全球化、多元包容的自由派精英的胜利。而也正因为他的胜利中夹杂着代表精英利益的一面，这也就注定了必然与美国被遗忘的另一半产生冲突。奥巴马上任伊始，美国社会正经历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阵痛，但奥巴马政府却没有选择立刻去弥合那道因经济崩溃而日益扩大的阶级鸿沟，反而将大量的政治精力和资源投入到了文化与身份认同的战争之中。在奥巴马的8年任期内，政治正确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席卷了美国。他大力推动 LGBTQ 群体的权益，公开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他强化种族认同，司法部更是在环境正义、教育平权等领域推行了一系列补偿性正义的举措。从理念上看，这些或许是进步的，但对于那些在金融危机中失去工作、收入10几年停滞不前的美国底层民众而言，这些议题离他们的生活实在是太过遥远。当他们为支付高昂的医保账单而挣扎时，总统却在关心他们是否应该和跨性别者共用一个卫生间。当他们因为制造业外流而面对失业时，精英媒体却在指责他们的白人特权，而这种错位恰恰是致命的。奥巴马政府的政策无形中制造了新阶级和旧阶级之间的排斥与对立。于是在2016年，当那个被奥巴马和精英媒体嘲笑为小丑的特朗普登场时，他却能短时间内便获得民众的广泛支持。特朗普的崛起不是美国衰落的原因，恰恰是奥巴马时代社会撕裂的必然结果。在这个基础上，奥巴马的进步主义恰恰为特朗普的民粹主义提供了蜂窝的土壤。如果说文化上的撕裂为美国的衰败提供了政治土壤，那么经济上的空心化则是奥巴马留给美国最致命的硬伤。面对金融危机，奥巴马政府的核心经济政策是什么？是量化宽松。美联储开启印钞机，向市场注入了巨量的流动资金。要说这件事本身倒没有什么可指摘的，可问题在于这些钱最终却没有流向那些濒临倒闭的钢铁厂，也没有流向失业工人的口袋，而是大部分都涌入华尔街，拯救了那些金融巨头。在奥巴马任内，美国股市走出了长达8年的超级牛市，资产价格飙升，但这背后的代价却是占美国人口1%的富豪瓜分了美国通过全球霸权攫取的利益，底层民众依旧水深火热。所以这不过就是一场空心的复苏。高科技产业和金融业看似风光无限，但美国立国之本的制造业却在加速外流和空心化。当接手制造业的企业家愤怒地发现，那些制造了危机的金融高管反而因为政府的兜底享受到福利，这只会导致美国实业精神的彻底死亡。可更要命的还在后面，那就是当底层民众已然无力招架之时，奥巴马还不顾他们死活地强推了医疗体系改革，这就进一步压垮了尚能苟活的美国中产。按说平价医疗法案作为扩大医保覆盖面的利国利民之举，怎么看都应该是他留给美国民众的政治遗产才对啊。可问题是，这一法案初衷虽好，但在实施过程却又一次变了味儿。这场改革本质上是在不触动保险公司和药企等既得利益集团的前提下，试图强行实现全民医保。但要知道，这些试图不触及的利益集团恰恰都是民主党的最大金主，所以这一政策的实施结果如何，其实不难想见。为了让医保覆盖到那些有过往病史的患者，保险公司不仅没有适当降低保费，反而还选择大幅提高了所有人缴纳的费用。许多原本可以享受不错医保待遇的中产阶级和小企业主，都在这一过程中生活负担不减反重。再加上强制投保条款，别说惠及大众，不说这是在收割中产，都算是给奥巴马面子了。试想，一场本该缓解民生困局的改革，最终却演变成了政治极化的新战场，加剧了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
何其讽刺。在这之上，为了支撑量化宽松和医疗改革，奥巴马更是选择了依靠借债来维持联邦政府的财政。而这造成的结果就是在奥巴马的2届任期内，美国国债总额从 10.6 万亿美元飙升到了近20万亿美元，几乎翻了1倍。这行为不说是在透支国力吧，至少也得算是竭泽而渔的级别了。不管哪个国家敢搞这么一场经济豪赌，后果都只会是灾难性的。所以这才有了后来美国贫富差距拉大到大萧条以来的最高点，也才有了美国制造业的彻底空心化。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因为他留下的沉重负担，特朗普在搬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时才会如此管用。从这个层面上讲，后来特朗普被推举上位，又如何不算是美国底层民众对奥巴马经济黑洞的一种无声反抗呢？在国内给政治和经济双重埋雷的同时，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其实也间接开启了美国全球霸权的战略性溃败。奥巴马是第一个认为美国战略重心必须转向亚洲，以应对中国崛起的总统。因此他高调推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试图通过3大支柱重塑美国在亚太的主导地位。然而由于选择了错误的路径，这3大支柱不仅没有发挥功效，反而在他的任内全线崩溃。军事上，他承诺将 60% 的海空力量部署到亚太，但现实是受制于国内军费削减和中东的牵绊，这一部署迟迟无法到位。经济上，他推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试图用一套排除中国的贸易规则来绑定亚太市场。然而这个协议严重损害了美国本土工人的利益，因此遭到了民主党内部桑德斯派和共和党的一致反对，最终这一协定成为了烂尾工程。外交上，他试图拉拢东南亚和印度，但这种选边站的压力反而让亚太各国心生警惕。美国不仅没能如愿建立起恶华包围圈，反而因其经济投入的难以落实，透支了战略信誉。在这个基础上，奥巴马还急于兑现拿下诺贝尔和平奖的承诺，于是决定从中东体面撤退，草率地从伊拉克进行撤军行动，完全忽视了当地复杂的教派平衡。结果，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出现，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也趁势崛起，并迅速席卷了伊拉克和叙利亚。没有人能想到，最初打着变革旗号的总统，却最终成为了美国衰败的加速器，这本身就已经足够荒诞。而奥巴马的悲剧就在于，他抱着精英主义的傲慢，试图用政治正确去掩盖深刻的社会矛盾，又以金融资本的逻辑，用虚拟繁荣去粉饰制造业的衰退。最终结果就是只剩下为粉饰门面而战略收缩的丑态，以及霸权衰落的残酷现实。他执政的8年是美国社会彻底撕裂的8年，是经济结构彻底失衡的8年，也是全球战略彻底失焦的8年。当他所承诺的希望最终变成了失望，他所带来的变革最终加速了衰落，这或许才是奥巴马的执政留给美国人民最沉重的财富吧。美债总额已经达到了惊人的35万亿美元，有金融分析人士便指出，当前美国距离彻底崩盘的那一天确实是不远了。当3件大事同时发生的时候，美国的崩盘和衰退就将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势。那么美国经济的衰退究竟有多么猛烈呢？究竟是哪3件大事会让美国的经济彻底走向崩盘的地步呢？我国在这个过程当中又能收获多少利益呢？7月31号，央视网等多家媒体同时公布了一则重磅消息，美国国债的总规模超过了35万亿美元的关口，这意味着美债又多出了一份暴雷的风险。长期以来，美国政府一直靠着借贷的方式来维持国家机器和财政系统的运转，但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美国自身的金融信誉之上的。一旦美国的金融信誉完全消失，那么建立于美国政府性金融信誉之上的美债体系也一定会崩盘。当前，由于美联储的高利息政策，大量的投资资金都被吸纳到了美国的金融市场中。如此一来，美国社会的通货膨胀问题就发展到了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根据美国共和党出具的一份社会调查报告显示，由于拜登政府采取的经济政策，美国社会当中的日用品物价普遍比特朗普执政时期上涨了 30%。尤其是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后，美国部分地区的能源价格甚至上涨了好几倍。但对于这样的情况，美国联邦政府全都视若无睹，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物价上涨导致普通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逐渐增高，可一旦当人们都失去了基础消费能力，企业又会陷入一轮可怕的衰退浪潮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又会有许许多多的人面临失业的风险。根据美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美国社会的失业率为 4.7%。虽然这个数字是明显经过美化和加工的，但这一数字相比于特朗普执政时期的美国社会失业率还是有所上升。很显然，即便是虚伪的民主党政客也无法否认美国社会失业率高的这一事实。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连很多曾经闻名全美的大型企业也不得不采取收缩性的政策，缩减自身的商业版图，以求能够生存下去。比如曾经火爆全美的99美分商店就不得不关闭了位于多地的线下门店，运用一种十分抱歉的语气告诉所有的消费者，由于通货膨胀问题，我们的价格无法维持在99美分，为了公司的生存着想，我们将把商品的价格逐一上调。毫不夸张地说，现在的美国经济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长期低迷的发展阶段。现在美国的国家机器距离总崩溃的节点就差几个足以引爆整个美国社会的历史性事件。有金融分析人士在观察了美国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之后，立即做出了一个大胆的预测：一旦未来3件事情同时发生，美国的经济必将陷入总崩盘的境地。这位分析人士表示，从美国和英国霸权交替的历史当中，我们可以得出美国经济必将完全崩盘的结论。而且现在美国国家机器的总崩溃已经进入了倒计时的阶段。第一件事情是美国丧失全球第一工业国的地位，因为美国逐渐放弃了不赚钱的制造业，转而引入了更多的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这其实就为日后美国国家机器的总崩溃埋下了祸根。如今美国大力发展的高科技和服务产业虽然还能帮助美国源源不断地从全世界收割财富，但这些产业却根本无法支撑美国的工业机器在特殊时期维持必要的规模和运转速度。甚至就连美国的军队规模和战斗力也会受到工业体系的直接影响，因为失去了制造业体系之后，美国将不得不花更高的代价请其他的盟友国家为其代为加工武器装备。第二件足以影响美国经济整体格局的大事就是债务出现暴雷。一旦当前居高不下的美债彻底崩盘，那么全世界都将彻底丧失对美国经济的信心。其他的资本财团也会趁着美债崩盘的时机点加速撤离美国。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之下，美国的国家机器很有可能会陷入瘫痪，届时整个美国社会都会陷入更进一步的总体危机当中。而债务危机所带来的经济问题必将会席卷整个社会，甚至会波及到军事领域。最后美国在军事领域的逐渐衰退也将为其称霸世界的道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分析人士指出，一旦美国的债务出现了大规模违约的情况，美国政府势必拿不出更多的钱来维持海外的军事存在。那些原本由美国一手扶持起来的傀儡政权，瞬间就会被本地的民族解放武装推翻。随着美军在全世界范围内实行战略收缩的策略，原本被美国强行撕裂的各国社会又会重新出现团结的迹象。一旦这些国家获得了真正的解放与民族团结，他们又将会形成一股反对美国的合力，并与更多的国家联合起来，从经济、政治、军事等多个领域对美国发起反制。有意思的是，美国目前的确存在着难以解决的债务问题，也的确已经丧失了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国的资本。更重要的是，即将上台的唐纳德·特朗普或许会带领美国军队走上一条战略收缩的道路。这一切无不在向全世界的民众证明一个现象：属于美国的单极霸权时代即将成为历史。各国需要在新旧时代的交替点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以便未来在多极化的世界格局当中占据更加有利的生态位。众所周知，在2024年的美国总统选举活动当中，特朗普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优势地位。不出意外的话，特朗普大概率能够成功的重返白宫。作为一个典型的孤立主义者，特朗普未来势必会给美国社会和全球的局势带来巨大的改变。而特朗普的一系列操作很有可能会加速美国总崩溃的过程。在特朗普的上一个总统任期之内，他就采取了战略收缩的策略来应对遍布全球的美军基地以及五角大楼里各个军工复合体的代言人。从最终效果上来看，特朗普的这个办法并不能算太坏，但美国的政治制度决定了特朗普领导的美国政府无法像中国政府一样做到集中力量办大事。在推行收缩战略的过程当中，特朗普也必定会遭到来自各方的阻碍和困扰，因为当前的美国已经相当于走入了一个死胡同，不管怎么选，其最终都必将走向总崩溃的结局。如果特朗普成功的带领美军在全球范围内采取了收缩战略，那么其他发展中国家必然会趁机团结起来，形成一股合力，直接从多个领域向美国发动反击。但如果特朗普不采取收缩性的军事政策，未来美国的债务问题很有可能会在他的任期之内被彻底引爆。到了那个时候，美国政府将不得不采取更加保守的军事策略，最后的结果也是一样。所以当前的局面对于美国来说可谓是骑虎难下。就算人们相信了特朗普的政策，他的策略也只是暂时延缓了美国总崩溃的时间，并没有为当前美国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开出解药。越是在新旧秩序交替的历史性时刻，像中国、印度这样在本地区和全世界都拥有着一定影响力的大国，就越是会展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领导能力。
或许关于构建新世界秩序的协商已经在进行当中了，因为所有人都看穿了美国必将崩溃的事实，所有人也都在等待着美国总崩溃的时刻。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未来很有可能会站在原本属于美国的生态位上，但中国从来不寻求取代美国，更没有意愿成为美国的敌人，这一切只不过是时代发展浪潮之下顺理成章产生的结果而已。除了中国和印度之外，日本和欧盟也是全世界范围内不可忽视的两股力量，毕竟这两股力量曾经在美国的培育下茁壮成长，如今也都在为美国的经济提供着最后的养分。当未来美国陷入总崩溃的状态之后，日本和欧盟或许会第一时间从美国的身上夺回一些原本属于他们自己的利益，从而在全世界的产业链当中占据一个更加有利的位置。人类历史上的每一个自诩为世界霸主的帝国，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消亡和衰落的结局。从西班牙帝国到荷兰王国，到日不落帝国，再到今天的美利坚和众国，历史仿佛在不断的重演，似乎根本没有人能跳出其中。或许和平相处、相互尊重才是这个世界真正应该遵循的外交法则。这个世界本就是由多个民族和国家组成的，每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都迥然不同，没有人能够凌驾于全人类之上。目前的美国正在加速崩溃，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也正在加速崛起，并正在成为主导世界秩序的关键力量。这是美国和某些西方国家既恐惧又无法改变的一大事实。在未来多极化的世界政治格局当中，或许人们才会真正的学会应该如何同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之间的朋友相处。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的发展理念，也必将随着时代潮流走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